我其实是不相信他的，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骗人的吧？我觉得专业客服干不出来这个事，说我要给苏宁金融打电话，那我就给银监会打电话呗。工作证是屁股的，我说不能是你让我签我就签，我说你总得给我一个凭证吧，我说我这个钱我是不可能打到你私人账户的，我说我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可信。我就把钱转给他了，转给他了，你给他转钱没有？我说转了，多少钱？万多，太丢人了可。Hello， 我是阿崔，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非常糟心的一件事，就是电话诈骗。我的商务被骗了。曾经我也以为这种事儿就只会发生在电视新闻、老人啊、长辈或者是未成年的小朋友，但是现在这些骗子啊太厉害了，连我身边我觉得是最机灵的朋友他都给我骗到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这次案件的受害者。太丢人了可！如果你也被电话诈骗过，请在弹幕里扣1。那如果被诈骗了又自己把钱追回来的那种，有吗？扣2有吗？来吧，先分享一下咋回事到底。那时候正在上班，就接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是那个苏宁金融的。然后说，我可能以前注册过一个贷款平台，但是用的是学生信息。然后说现在那个银监会呢要把这个信息全部取消掉，不允许学生来贷款了，所以打电话跟我核实一下情况，说让我加一个 QQ 号。我说你用一个手机号给我打电话，让我加客服，告诉他我个人信息。我说你不会是骗人的吧？然后这时候还是很有防备的，是吧？对，因为用400打电话很多人不接。我加那 QQ 之后呢，他就指示我弄一些平台，我用我2个手机号都登录了，我没有注册过。他说那你是不是因为信息泄露，可能别人用你的信息注册了？然后我就想说，哎，也有这个可能，那正好我就看看吧。他说你看看你那个额度是多少，指引我说怎么注销。然后我说我不用注销，我不用这个额度不行吗？他说你不用这个额度，我们后台什么系统啊，什么数据维护，就是这个账号可能就给别人了，但是信息还是我的信息，别人有可能用我的信息去贷款。他说这样会影响你的个人征信。你首先呢需要把那钱提到你的个人银行卡里，之后呢，他们那边就是我在提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代扣协议，会自动从我的银行卡里扣款。我说这个代扣协议不能是你让我签我就签，对吧？而且一般都是在银行发生的，不可能就是这样我就给你签了。他说你不用管，我们这就是正规的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我其实是不相信他的，然后他就开始着急，他先冲我发脾气，他说你这个小姑娘，哎呀，我们平常打电话3分钟就能把这个事儿办完了，我都给你打了半个小时，打好几个电话，怎么样？我现在想过来，他就是为了让你着急，对，他不给你脑子一个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然后就发脾气。这些人太有手段了，他现在情绪上打乱你。对，我们有事情处理事情，你冲我着急，我说专业客服干不出来这个事，总得给我一个凭证吧。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发他的工作证，又给我发营业执照，又让我转钱。我那时候还没有转，但是我那个时候吧，我就是着急。然后我就把钱其实已经从金融平台提出来了，提到我一个卡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啊，你怎么就说不通呢？啊，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下都能处理那个10几个人了，怎么到你这儿这么麻烦呢？就是我是为你服务，对，就给你这种感觉。对，我说我要给苏宁金融打电话，我说如果是苏宁金融真的委托你们来办，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的。然后他又说我们这个跟苏宁金融没有关系，是那个银监会委托我们的。他说我真的没办法了，然后他又给我发了一个身份证。最致命的一击让我相信他的是，他爆出了我的所有银行卡号和我曾用的手机号。我也没有说完全相信他，但是当时我觉得最关键一个问题就是急，就会让你觉得说我是不是麻烦到人家了，耽误人家工作了。对，就好像是他懂心理一样，他在操控你的心理。喂，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局。神经病！你要播新闻呢？剧本上是这么写的呀，可这写的不是人话呀。今天老师给你示范一下。喂，您好，哪位？你身边有人吗？有啊，你是？你去找个没人地方给我打过来。你好，我现在身边没人了，你是谁啊？我是国家保卫局的，现在有一个行动需要你配合。啊？我没犯事儿啊。我们半年来一直在追查一个国际洗钱组织，最近发现这个组织跟你的私人账户有一些往来，所以我们调查了你的个人信息以后，决定让你来配合这次行动。好，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你从刚才那人说话的情绪上就可以听出，这种类型的人十拿九稳。把这个东西都给我了之后呢，然后他就说他那边代扣一下试试，他给我发了个截图，说代扣不掉，显示我那个爱奇艺的金融的贷款平台和微博的贷款平台还有那种贷款信息。他想表达就是说我这个学生信息不能留在任何贷款平台，
爱奇艺呀、微博的呀这种贷款平台，就要一并注销掉。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私人账户，我说我这个钱我是不可能打到你私人账户的。然后他就说我们财务下面10几个账户。对，我就是随机发一个给你。我说我要给银监会打电话，然后他又开始骂我了。他说你要是给银监会打电话，我们这个 QQ 就要断掉，然后断掉了之后我就不能给你拨过去了，因为这是系统随机分配给我的。那你现在你就告诉我一句话，你这个事儿是处理还是不处理？我们这儿都是有电话录音的。如果你现在说你不处理的话，我立马就把这个声音收集下来，以后你什么银行征信出问题了，我们是有证据的，是你自动放弃处理的。哇塞，他有这招！对，我说我没有自动放弃，我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可信，我就开始着急啊，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那我让我们经理跟你说。然后他说经理这个女士她听不明白我说的话，我就跟她解释好几遍了，就这样。然后经理说啊，女士你好，请问您有哪里不明白呢？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就把我不相信的地方说清楚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是这样的，你可以给银监会打电话，你知道银监会的电话号码吗？就啪给我说了一串数字，就他也敢报，他报的号码跟网上银监会电话号码是一模一样的。哇，你知道吧？但是我打银监会的电话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催，哎，怎么样了？然后后来银监会接了。我就跟他描述一下情况，银监会跟我说他们不清楚这件事儿，他不是说他没有这件事儿，说给江苏这边的银监会打电话问一下情况，就是说他们或许知道，全部都通了，但是没有人接，然后那边就一直在催，关键就是这个催和着急，就这个过程中我就把钱转给他了。那你转钱的就是你收到的钱转给他了。对，但其实这里边逻辑是什么呢？首先，苏宁金融平台跟他这个诈骗的团伙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是我被骗了，我从苏宁金融上贷款了。我明白了。对，然后我把贷款的钱转给他了。是啊，我一开始还说哦，你多了一笔钱，那再转给他，你也没什么损失。其实这笔钱是你自己贷出来的。啊，他中间还提醒我一定要实时到账，因为来不及追回了。对，他这时候就跟我说，啊，你这东西注销不掉。他说你可能在其他的贷款平台可能还有，他就说我去给你查一查。查了之后呢，他给我一个截图，就是这会儿已经结束了，对吧？没有结束，他还想骗，就还想再要钱。对，哇，他是觉得你好骗是吗？我觉得是。你看征信，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看到没？一看就是 P 的，学生贷。是呀，这太网贷查询，这太 P 的了，这都对不上线呀。对，当时也能看出来是 P 的，但是你着急。然后你看贷处理平台什么微博、爱奇艺，这个时候他就是把那个苏宁金融的已经骗走了，他还想骗你微博和爱奇艺的。然后我说怎么还有呀？我当时就有点不耐烦了嘛。然后他就说，哎呀，女士，我也想尽快为你处理好，我不想一个电话1分钟就给你把这个信息注销掉嘛，你又不是什么很配合之类的，说，哎，你快点弄吧，我们赶紧弄完，对谁都好。爱奇艺这边真的注册过这么多贷款平台？没有，你知道是哪句话吗？他说是不是你信息在外边泄露了啊？别人用你的信息。对，我们的身份证其实因为工作关系的问题，你会发给别人，而且你也来不及每个都打码。现在这个社会基本上所有人的信息都是公开的。对，那个时候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儿，然后我就给那个110打的电话，说个大概吧。他又说你给反电话诈骗的那个平台打电话，打过去之后呢，我还没等说完，我就说什么让我转钱注销学生信息。他说你这肯定是电话诈骗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去一个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去了派出所之后，描述一些情况，就开始做笔录嘛。其实当时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个人还在问我，因为那个爱奇艺平台我还没有说去把钱提出来转给他，他可能尝到了苏宁金融那个平台钱提出来那个甜头了，就还想继续骗你。他也不舍得放弃我，不舍得放弃我，对，不舍得放弃我。我就跟警察说这个 QQ 信息，就是说能不能帮我们来把这个骗子找出来，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警察就跟我说，其实没太有用，一般他们的 IP 地址啊，包括他们的电话都是假的，就是说只能备案嘛。然后警察就安慰我说，你当这个钱存银行了，或者做投资什么用了，说不准哪天我们就给你打电话，这个钱就回来了。报案的时候，我说我还给银监局打了电话，这个局打了电话，然后没有接。他说你当时不接的状态下，你为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警察呢？他说当你半信半疑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怕麻烦警察，就哪怕是说我真的去注册了那个贷款平台，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情况下去报警打110，也不是说没啥事你就打那样不行。有几个就是操作上的问题啊，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让银行把这个
这笔钱冻结。对，你如果是2小时到账或者次日转账的话，你在它这个时间范围内，如果发现有问题，我觉得你还可以去冻结它。我转的是实时到账。其实这个我也问过警察，就是能不能通过他的银行卡信息、账户信息找到这个人。他说一般这种诈骗吧，他的信息都是去买的。你这笔钱到他的账户里呢，他可能就是立马把这笔钱分成好多份，再发到别的账户里，然后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弄，最后可能会转到国外去。我看的那个电影《巨额来电》，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讲的就是诈骗集团的。态度严厉冰冷，公事公办，还有不耐烦，细节一定要真实准确，客户资料里有，你们一定要背熟，做到一气呵成。然后我就给客服打电话，我说我明天一早我立马把钱给你还上，能不能这个利息减一下或者免掉？实在没有办法说处理不符合你们的流程，我也能理解。然后他就说，他们实在是处理不了，那你就把这笔钱就是明天早上就能还了，你就去把它还上，利息大概1000多，我头我都要炸了，你知道吧？还搭上1000多利息啊！一天就是1000利息的话，别人被骗了呢？就是说我没有钱去还呢。对，如果你现在骗的是一个高中生、大学生呢，他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特别是如果你家庭还不富裕的话，你怎么去还这笔钱？他真的可能就用一些想不开的办法去把这个事儿处理了。第二天我去还款的时候，其实利息没有那么高，20多还是30多，反正不到100块钱。当时可能他给我算的是整年或者怎么样的，对。然后反正现在就也过去了吧，就钱也还上了。但我就是想说，真的是你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觉得人还是善良一点，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赚钱。那你这件事儿之后，家人是什么反应？就相反，我以为我老公会很生气或者怎么样。她老公也是个直男，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生气，但是我想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委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被骗了？他就说了一句，就是说你下次你要记得，你不要再这样了。下一步做的事儿就是说我们俩人去把钱就捣鼓了一下，对，然后去把钱还上了。第二天，然后我妈当天晚上把她养老金都给我拿出来了。不管怎么样，肯定不能动老人的钱，就我对象也不要。然后我妈就很着急，所以把卡啪往地上一扔。被骗了之后呢，第二天我的老板和老板娘就让我休假了，就是怕你会心情不好。对这件事，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就是说从那天开始，我不是那么的着急了。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是别人急，我也不急，一定要去好好的。理性的把这个事儿给分析清楚。对，就是着急的情况就容易做错事儿。报完案之后，派出所把我拉进了一个反诈骗群。我就觉得那种群里，按理来说应该都是一些老年人，对呀。今天这些事儿吧，反而老头老太太不会被骗，接有这种电话都很警惕，啪就挂断了。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是，就骗子他会根据我打电话的这个人的身份，我用一个什么由头，对，让他去相信我说的话。说电视上那种什么你儿子住院了啊，对对对，这种老人就会很容易相信，对，他肯定会根据你不同的性格选择不同的方式去骗你。大家真的是碰到这种事儿，心态一定要好一些。对，电话诈骗最伤人就是在这里，你只是单纯的把钱骗走了，如果后边不会发生情绪上的问题或者家庭关系上的问题，它只是一件事，损失了一笔钱而已。对，但是会因为这笔钱引发出来太多事儿了。对，一个人的情绪啊，或者说心理或者家庭关系，因为这个东西受到了影响，这是最伤人的。对，其实今天叫猴哥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也是希望说给大家一个警惕吧，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转给身边的人，让其他的朋友也都了解一下，现在的骗子不仅能骗到老年人、小孩，连我们这些正值壮年、聪明伶俐的人，正值壮年都能骗到。有人一让你转钱就打10，就没错。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牵阿翠的手，幸福生活全都有，只要幸福生活，不要电话诈骗。拜拜。